然而李长寿正要开口反驳，周遭众仙子顿时站起身来，一个个注视着李长寿。而一旁的金光圣母轻抿着小嘴，目中带着几分希冀。就听一缕传声入耳，却是火灵圣母在旁言说：师叔，我们都知公明师叔何意，但金光师叔苦情久矣，我等实不愿看师叔这般黯然神伤。哪怕公明师叔能与金光师叔相处半日，也算全了金光师叔多年的梦境。我等对您的谋略才智素来钦佩，这次也是暗中相商，将金光师叔哄来您这儿，还请师叔出手助他一助，一应因果我等来担。若师叔觉得不妥，也请不要直接点破，给师叔一些念头，让他慢慢忘却也是好的。李长寿抬头看了眼旁边站着的高挑倩影，火灵圣母眼底带着几分哀求。李长寿沉吟几声叹道：这我也有些糊涂了，赵老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金光圣母那双眸子顿时充满了光亮，火灵圣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但是李长寿的一缕传声已经是传了回来。先立誓，我稍后会给你3只锦囊，让你相助金光，但是此事不可泄露半点，也与我无半点关联，一应举措都是你与各位仙子相商的结果。火灵圣母不由得嘴角抽搐了一下。师叔的喊了这么久，怎的全无作用？这元宵师叔的准道侣，性子当真有些麻烦。与此同时，渡仙门渡仙殿中，少年李靖跪坐在蒲团上，低头不敢乱看。不少长老坐在左右两侧，依然在赞叹着这位少年之气运。紫气东来，大气运加深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掌门季无忧刚刚也测了一下自身的气运，发现堂堂金仙境也不过只是浅红，让门内长老直观地感受到了这少年的珍惜度。但这同样说明气运与自身修为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偏殿中，多恶真人坐在椅中，季无忧在旁边站着。此时多恶真人已是决定收李靖为徒，但是因李靖的资质不强，故只是收为记名弟子。但当多恶真人说想将李靖带去西昆仑修行时，季无忧却沉吟几声道：师父，不如将李靖留在渡仙门修行。哦，多恶真人奇道：你莫非觉得为师亲自调教还不如他在门内？师父有所不知，若他气运较高，在门内或许机缘更多。师父，时代变了，咱们渡仙门中有了一位厉害人物。多恶真人不由更疑惑了。这哪般厉害人物啊？此事师父千万不要外传。季无忧凑向前去，低声嘀咕几句。啊，你……多恶真人站起身来，瞪着一双老眼，又压低嗓音喝问：你可莫要诓骗了老道我。弟子如何敢骗您？那是异象连连，机缘不断。师父，您千万别将此事告诉任何人。放心，为师还能失了这般分寸？详细说说这位这位贤侄都有什么异象？季无忧点点头，开始小声嘀咕。最初时，没有人在意这个消息的出处。道友听说了没？人教玄都大法师有后了，咱们外出走动可要小心些，莫要冲撞了这般跟脚的大人物。渐渐的，他成为了五部洲的大事。嘿，道友，人教玄都大法师知道吗？啊，对，道门大弟子。哎呦喂，他不知何时有了子嗣，据说那子嗣是大法师与远古神魔冰天女结合后的血统。
生有3头8臂呀，能够御使烽火雷电，修行境界1日千里，据说1000年就能修成大罗。最终他演变成了几乎以假乱真的程度。师叔您闭关出来了。大家都在聊什么呀？师叔您不知道，咱们道门大师兄玄都大法师修行阴阳大道时，往太极图上一坐，天地交感，生孩子了。掌门，咱们人教有喜事了。开山大典后又过1个半月，堕仙门各峰渐渐地安静下来，总数1200名新弟子分布在数十个峰头，开始了为期200年的修行。因门内来了一位气运深厚的少年，被开山祖师渡厄真人直接收为记名弟子，加入破天峰一脉修行。各峰也是起了比较之心，想看这次的首席弟子花落谁风。且说堕仙门掌门季无忧这1个半月也并未闭关，在暗中忙碌了数十个日夜，今日总算得了闲。季无忧站在堕仙殿的偏殿窗台前，眺望着其外云海，目中自在安然，口中也感慨一声：长寿说得不错呀。身为掌门，在新弟子入门时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去清查这些弟子的根脚资质，重点找寻是否有外魔夺舍、内魔潜藏、恶灵转世等情形。如此呢，确实觉得安分踏实了不少。大法师的血脉果然不同寻常。心底正如此念着，忽听渡仙殿外一名长老急匆匆飞掠而来，喊着人教有喜啦。季无忧有些不明所以，负手去了主殿，迎到了那位长老。外见掌门。温长老，做长老就要有做长老的样子，你这慌慌张张的做什么？季无忧淡定地问道。慢慢说来，咱们人教可有何喜事了？掌门，大喜事啊！这位长老挽起宽袖，瞪着双眼，喜道：此前几位执事外出，都听到了一则消息，我放心不下，便去外面打探了一圈。掌门，您猜怎么着？季无忧眉头一皱，突然有些不好的预感。怎么？大法师有后了！咱们人教大法师有后了。据说是咱们人教镇教之宝先天太极图与大法师交感，大法师生了个女儿，现在就在洪荒中历练修行呢。季无忧双眼一瞪，忽的气息逆冲，张口喷出了一口血雾。堂堂金仙大佬此时身形摇摇晃晃，竟然差点瘫倒下去。这位温长老愣了一下，连忙向前搀扶住季无忧。季无忧反手握住这长老的胳膊，一阵头脑发昏，耳旁嗡嗡地响个不停。掌门，您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季无忧咬牙，这件事都传开了。确实都传开了，而且听说逍遥仙宗那边已经放出消息，要邀请大法师的后人去仙宗修行，给太上长老待遇，请全宗之力护卫啊！哼，这时候倒是蹦得欢快。季无忧紧紧皱眉，禁不住叹了口气，已是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自家师父当真坑啊！此事若是惹恼了大法师，我们渡仙门还要不要了？我跟师父又如何能担得起大法师的雷霆怒火？当下季无忧瞪着这位长老，严令门内不得胡乱传播这样的谣言。太极图乃是先天至宝，为咱们教主圣人老爷镇压人教气运，这一听便是旁人编造恶意重伤咱们人教大法师清誉的话语。让各位长老商议一下，拟个章程，对外宣扬大法师修行至今根本就没有过任何道侣，那是实打实的纯阳之身。
这遵掌门令。当下，这长老细细体会，也觉得自家掌门所说不错，低头匆匆赶去百凡殿。季无忧擦了擦嘴边的鲜血，面色更加苍白了一些，悠悠叹了口气。这就是师父老人家的守口如瓶，您这瓶凤也太多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季无忧驾云朝着小琼峰而去，此时只能去找李长寿商议，看能否通过李长寿来平息大法师的怒火。掌门动身赶来小琼峰时，李长寿正传授灵娥老板指导人的制作之法，把灵娥看的是双眼发花，连说太难。李长寿的仙识发现掌门赶往此地，手一翻，将玉符和纸人收起，对着灵娥道了句：“去备一些茶水，掌门过来了，可能有事要谈。”啊，是。灵娥眨了眨眼，乖巧地答应一声。今日不同往日，他的仙识也捕捉到了掌门的身影，此刻更是觉得师兄此前所说八成都是真的。那云霄仙子的事，估计也是。压力2次大增。且说季无忧到了湖边，李长寿连忙外出相迎，对着掌门做了个道揖，口称弟子拜见掌门。哎，季无忧勉强地笑了笑，在周围布置了一层结界，这才开口：莫说拜见了，真要算起来，你我算是同辈啊。李长寿不由眨了眨眼，掌门这是知道了什么？不过假如掌门搞清楚了我在山门之外活跃的身份，知晓了在天庭老君现身为我撑腰之事，那掌门作为圣人老爷的记名弟子的记名弟子，我李长寿也应该比掌门高一辈才对，为何是同辈？李长寿迅速捕捉到了差异点，心底立刻细细分析，表面却是毫无异样。掌门，请入内歇息。季无忧正有些不知如何开口，点头答应一声，与李长寿一同去了草屋中。掌门入座，李长寿在旁执弟子之礼站着，又被季无忧劝了2句，这才是勉强坐在一旁。恰此时，灵娥端着茶进来，对掌门行礼，奉上茶名，刚要转身离开，又被李长寿开口喊住：“师妹，一同在此听掌门训话吧。”是，师兄。灵娥乖巧地站在一旁，季无忧也并未多管，毕竟看灵娥渡劫时那般阵仗，也知道了灵娥的身份。大法师自家人。长寿，季无忧道：“你，掌门，你有话直说就好。”灵娥轻蹙蛾眉，心底暗道一句：莫非我跟师兄准备偷天换日挪走小琼峰之事被掌门知道了？季无忧毕竟是一派掌门，修行多年，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无数，此时也知最该做什么。犹豫一二，季无忧又笑道：“哈哈，长寿啊，有些事其实你不说，贫道也早已知晓。”李长寿心底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开始思索自己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。掌门，这个……李长寿抿了抿嘴，露出几分不好意思，但是目光依然颇为坦荡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做过危害渡仙门与人教之事，自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并非弟子有意隐瞒，实在是有许多迫不得已之处。懂，贫道都懂。季无忧笑呵呵地应了一句，苍白的面容上又多了1、2血色。有时有些事确实不好说出口，贫道也能理解，你有自己的苦衷。哎呀，这世上的生灵庸庸碌碌，不知何为道者也好，奔波劳苦追寻自身之道者也罢，谁还能没个难以开口的话语呢？李长寿不由有些感动，掌门简直
太暖了。虚假的暖男，就像元清那样，纠缠着有毒师妹，只不过是缠有毒师妹的身子。真实的暖男，当真便是如掌门这般，体恤门内弟子，明事理，知艰难，还会宽慰、鼓励门内弟子。李长寿起身做了一个道揖，赞叹道：“多谢掌门体谅。”季无忧尴尬一笑，又咳了几次，低声道：“你最近可有听闻外面方阵上传的风言风语？”啊，最近弟子一直忙于一些事务，虽然大事已定，但依然有一些余韵，并未有机会听方阵传了什么。季无忧的心底冒出一个问号。怎么感觉我听不太懂长寿所说的？虽然如此，可是季无忧还是把话给接了下去。哎呀，此事也怪贫道。师父当日来收李靖为徒时，贫道一时心热，将此事说给了师父。但贫道也并未告诉师父具体是谁，只是说了你的存在。李长寿不由眉头一皱，我是天庭水神的事，多恶真人也知道了，这事儿怎么还要往外传呢？不过考虑到多恶真人和掌门是师徒，如同父子一般，此时不瞒着对方也是情理之中。哎，小琼峰流浪计划当真是迫在眉睫了。一旁的灵娥眉头越皱越深。为什么感觉师兄和掌门谈的虽然热切，但两人说的好像说的不是一件事。